俄乌战争打了1年多，双方各自花了多少钱？欧洲国家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援助？还记得开战之初，英国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一天花费200亿，开战3天就能打光1年的国防预算。就事实来看，花费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就算如此，俄罗斯的经济也要顶不住了。俄罗斯在2022年的战争花费消耗了 GDP 总额的 3%， 大约670亿美元。相比之下，乌克兰在2022年的战争花费相当于 GDP 总额的 34%， 占比比较大，但实际损失并不多，差不多545亿美元。没办法，俄乌战争在乌克兰本土进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乌克兰的经济。不过好在还有西方国家对乌援助已经超过了乌克兰的战争消耗。如果单看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不算多，想当年苏联在2战时期的战争花费相当于 GDP 总额的 61%， 只是相对于当前的苏联而言，这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同时，因为西方的制裁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2023年的损失有点多。1月到6月的预算支出就已经超过了2023年全年的计划支出。还有9月13到14日这2天，俄军损失了一艘明斯克号登陆舰、一艘罗斯托夫河畔基洛级潜艇，还有一套 S-400 防空系统，其总价值就超过16亿美元。而根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截止到8月24日，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的花费差不多每天3亿美元，累计花费了1673亿美元。其中513亿美元用于战争行动，351亿美元用于支付士兵工资，265亿美元用于支付被俘者家庭的赔偿，210亿美元用于支付伤员的赔偿，还被乌军摧毁了价值345亿美元的装备。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士兵的工资减少了，卢布贬值后，俄军士兵的工资大幅度下降。俄军士兵2022年的工资平均下来每天200美元，现在每天只有120美元。但就算如此，俄罗斯的国家预算还是出现了赤字。仅2023年前6个月，俄罗斯国防需求支出就已经达到了 5.59 万亿卢布，比全国预算还多出6000亿卢布。这就导致俄罗斯2023年国防预算支出差不多增加1倍，达到了 9.7 万亿卢布。而俄罗斯2023年总预算计划为29万亿卢布，其中 33% 将用于国防开支。从战场情况来看，如果战况比较僵持，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俄军每个月的伤亡人数就越少，支出也就越少。而且随着卢布的贬值，以美元计算的补偿成本也会下降。如果按照之前60卢布1美元计算，阵亡家属的赔偿费用差不多是11万美元，但是现在只有 6.5 万美元，伤员的赔偿金额也从 4.5 万美元减少到 2.7 万美元。总的算下来，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中的主要支出就是弹药和军事支援，这些费用的总成本约为 5.13.4 亿美元。就比如炮弹，去年俄军火炮每天发射5万发枚炮弹，现在每天1万发，一枚炮弹的平均价格1000美元。那么在1年半的时间里，俄罗斯单单是火炮炮弹就花费了93亿美元。导弹那就更不用说了，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的导弹总成本已经超过了211亿美元。不过，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的还是坦克、火炮、飞机、加油车等。俄军损失了315架战斗机，平均每架损失1880万美元，还有316架直升机，平均每架损失1040万美元。乌军大反攻开始之后，俄军的损失更是成倍增加，仅仅3个月的时间，乌军就摧毁了2000门火炮系统，俄军的总损失达到了50亿美元。总的来说，战争就是打钱，要不然也不会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而俄罗斯的收入主要依靠石油与天然气。
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虽然找到了新客户，但每天3亿美元的消耗依旧压力不小。重点是福布斯的这项统计还不包括与战争无关的持续国防开支以及经济损失，比如动员士兵上前线之后，后方进行经济生产的人力就少了。按照叶戈尔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今年7月份，俄罗斯工业工人的短缺率再创新高，达到了43%，比4月份高了7个百分点。俄罗斯的动员和征兵已经加剧了非国防劳动力的短缺。从这方面看，军事上的支出其实只是俄罗斯经济损失的很小一部分。按照俄罗斯每月100亿美元计算，累计到现在也就1900亿美元。真正给俄罗斯带来损失的地方，其实在战场之外。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上千家企业撤离俄罗斯，俄罗斯的失业率暴增。而且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被制裁了，失去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的海外借款，失去了 SWIFT 支付系统，俄罗斯将损失70%，约55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同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也被冻结，单是欧盟冻结的资产就达到了3000亿欧元，相当于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一半。卢布持续贬值，也可以证明俄罗斯当前的问题。卢布与美元现在汇率都成什么样了，各位也都知道。而购买力下降，导致俄罗斯普通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战前，俄罗斯人的餐桌上经常出现的是牛排、火腿肠，但现在最常见到的食物却是方便面与土豆泥。当然了，俄罗斯因为战争导致经济萎靡，乌克兰也一样，而且战争在乌克兰本土发生，影响更大。按照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月4日的报道，列兹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中，志愿者向乌克兰提供的物资能占到战场使用物资的3%。乌军在物质上还是依靠乌克兰的民众工作，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政府预算的资金流向乌军武装部队，差不多一天花1亿美元。总的算下来，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大概花费了570亿美元左右。不过，乌克兰的实际花销肯定比这个数字多。今年8月底，乌克兰财政部就表示，乌克兰的国债超过1320亿美元，7月份则增加了40亿美元。乌克兰因为战争产生的花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今年8月份的时候，乌克兰财政部长公布了一组数据，乌克兰每个月的财政收入只有800亿格里夫纳，但是每个月的军费开支却高达1300亿格里夫纳，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每个月的财政缺口达到了500亿格里夫纳，换算下来大概是13亿美元。这个数据一出，欧洲那边也坐不住了，开始调查乌军这钱花哪儿了。战区网站专栏报道了乌克兰开战以来的军事支出，数据显示，目前乌克兰实际军事支出相当于乌克兰每年 GDP 产值的40%，每年财政收入的160%，而且从数据来看，军事支出还在不断增加。导致乌军支出增加的原因与装备升级有很大关系。北约援乌先进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与配套设施之后，每月军事支出平均增加了大约15%。就比如豹2，性能的确很好，每辆价值超过700万美元，但它耗油多，每100公里油耗高达300升。除此之外，乌军反攻也会导致军费开支增加。进入2023年之后，乌军在巴赫姆特与扎波罗热展开大反攻，虽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都快打到托克马克了，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乌军的损失，进攻越猛，损失越大。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的花销虽然比较大，但它还有西方的经济扶持。今日美国报9月7日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760亿美元的军事、人道和金融援助。除此之外，美国国会经由对外军事援助项目拨款46.5亿美元，允许乌克兰或者美国盟友为军备提供补助或者贷款。根据美国国务院记录账目显示，乌克兰战争持续到现在，美国总计向乌克兰运输了3亿发小型武器弹药和手榴弹，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弹药，12套 NASAMS 系统和弹药，还有198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与超过200万发同口径炮弹，31辆 M1 坦克，186辆 M2 战车以及500多辆防地雷伏击车。而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9月7日公布的最
最新数据显示，欧洲国家对乌援助总额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1670亿美元。按照 GDP 计算的话，爱沙尼亚援乌的总额已经占其 GDP 的 1.46%， 达到4.2亿美元。总而言之，乌克兰当前消耗的军费开支，美国与欧洲各国都能弥补回来。相比之下，俄罗斯就只能独自承担军事支出的压力了。面对长期战争的消耗，俄罗斯的压力可不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还能坚持多久？如果按照普京的说法，那就是随便打，越打钱越多。普京9月18日表示，俄罗斯当前经济形势总体平稳，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长 2.8%， 预算执行也算稳定，目前只是出现轻微赤字，油气收入也能恢复到去年水平。这话说的火力军总感觉不太对。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确实还好，没有像西方最开始预测的那样，因为打仗而出现大崩溃。毕竟有石油、天然气这些硬通货，美国与西方国家禁运，那就找第三方国家，比如印度。到2022年底，印度对俄罗斯的贸易总额已经翻了一番。在科技方面，俄罗斯也找了代购。欧美宣布制裁措施之后，土耳其就冒出来一个科技批发商，从欧洲进口了大量的电子零件，然后再将这些货物转运至俄罗斯。根据俄罗斯海关显示，自欧美限制向俄罗斯出售敏感技术以来，俄罗斯在7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进口了26亿美元电子元器件。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能撑到现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太高估俄罗斯的经济与实力。去年，俄罗斯的专家预测，俄罗斯经济在2022年下滑15%以上。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一年下来 ，GDP 并没有下降太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官方数据，以卢布计价的话，俄罗斯2022年 GDP 为151.5万亿卢布，微跌2.1%。但是按照战争研究所的估计，因为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以至于不得不启动大量特别手段来应对，其中就有汇率管控。如果按照黑市汇率来进行折算，2022年俄罗斯的 GDP 只有1万亿美元，2023年的情况会更糟。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俄罗斯2023年的油气收入可能会下降24%，经济总量可能会下降3.3%到5.6%。收入减少，但是战争支出却在增加，压力山大。今年3月份的时候，战争与和平这2家研究所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按照俄罗斯的目前财政情况，俄罗斯只能继续支撑战争8.5个月，到10月、11月。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居民储蓄和国库都将耗尽。火力军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就俄罗斯当前的情况来看，暂时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就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也许2024年俄乌战争就会有一个结果。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以俄罗斯当前的经济状况还能坚持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